人要变强，要经历这5个阶段，分别是意念觉醒、方向选择、技能积累、试错反馈以及与弦为伴。第一，意念觉醒。首先你要知道，人的成功它是一个抛物线式的上升，而不是斜直线上升。因为很少有人他天生下来就能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以及他的途径，当然了，富二代除外。所以我们大多数普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然后在忽然之间某个时刻觉醒，觉得我不能这样了，我需要改变。而这个阶段是一切变强的基础，我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意念觉醒的阶段。在一般情况下，意念觉醒的阶段都是有外力相助的，比如说这个事业不顺、感情失败、财源被辞了、经商失败等等啊，或者其他的小事刺激到你，让你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相反，那些存在稳定状态的人，他是很难有冲动去改变自己的。二，方向选择。说到方向选择，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在正确的道路上，你骑着自行车也好过在错误的道路上开跑车。方向选择有2种，那分别是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被动选择是没有什么选择，而主动选择是在有的选的前提之下去选可以进入天花板更高的职业或行业。我先跟你说说那些上限并不是太高，但是下限也不高的行业。在有的选的前提下，一定要选择那些发展更好的行业。有人说他想当演员，演员他就是上限更高，但是殊不知演艺圈的上限高，但他的下限也真的是低呀。横店的这些群演，果腹尚且困难，他何谈梦想呢？那再说说那些上限不高但下限很低的行业，就是那些依靠体力的行业，比如说保安、服务员这些。那上限高下限也高的行业有哪些呢？这种呢一般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变化，你至少目前来说，像这个金融互联网是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普通的员工呢也可以在这个行业达到几十万甚至是100万的年薪。你可以回想一下时代的洪流，2005年到2015年是做房地产的，对吧？2008年以后做金融行业的，以及2015年以后的互联网行业。总之，只有你走对路，你才能给他办好事。第三，技能积累。在一个行业去生存，掌握一个行业的技能是你的基本生存之道，而且要不断学习和积累。四，试错反馈。当你掌握了一个行业的基本功之后，你就迎来了最重要的一步，试错反馈。为什么要试错反馈啊？因为你进入到一个行业之后，你所谓的职业规划那都是靠自己脑子里面臆想的，你能力是不是够强，市场是不是买账，你的想法能不能走得通，你这些所有的一切都需要2个字，试错。那好比说你背着一包宣传册走进写字楼里面准备扫楼推销啊，你前面20家公司前台都把你给赶出来了，这时你就应该知道你第一句话，安你好，我是什么什么保险推销员，我可以到咱们贵公司介绍一下我的保险产品吗？这种话术根本你就不可能进门。你手持宣传册，身穿大码西装的样子，会让前台让你在没有开口的时候就把你给轰出去。当你被轰出去的次数多了，那你就学会变通了。下一次呢，你的话术就可能变成，你好，我约了咱们公司的领导9点钟，不知道他这会儿有空吗？前台就会问你，请问是张总还是李总啊？你说李总，我跟李总都说好了。你这么说，你至少可以进门了，对吧？有机会给你去介绍你的产品，而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你经过反复的试错和磨练，你才能得出这样的话术。第5，与弦为伴，学会入圈。所谓入圈，就是要与圈子里面的人在一起玩，要与行业内混得好的人在一起玩，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了解他们的方法，进入到他们的圈子里面，找到一个比你强的人，学习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击订阅，另外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视频了。让我们一起变富。